领导，您流落在外的孩子找到了，人在哪儿？清溪镇，1个月前得罪了人，现在被下放去管猪场了。我找了28年的儿子，被人发配去管猪圈。哟，这不是许大硕是吗？哼，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蹲在我猪场闻猪粪，香不香啊？市府办的红人，现在来闻猪粪喽！6号排污沟漏水，直排河道，消毒记录也断了40天。限期整改通知书昨天发到你手上了。今天我来复查，一条没改。许执行，我这厂子开了8年，年年验收，年年过。镇里发的是标杆牌子，我说他达标，他就得达标。怎么到你这儿就过不了了？我不像他们，和你们同流合污。在我眼里，好的就是好的，坏的就是坏的。你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！你以为你还是市府办的红人？你因为不肯给文旅项目签字，得罪了韩征韩主任，人家一句话就把你踢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你这辈子完了！识相点儿，把验收单签了。杜老板，记住一件事儿，只要我不签字，你那80万补贴1分都下不来。许执行，你给我等着！养母临终前说，我不是她亲生的，是在路边捡的，这些东西都在我粮包里。去找他们，这是他最后的心意。我总得去一趟。明天去省城。许干事，早吗？昨天是我太冲了，这单子我连夜弄好了，村委的章都盖齐了，您把字儿一签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排污沟封闭了，茶定池扩建了。我连夜找人把排污沟刷了层白灰，牌子也挂上了，怎么就不算整改？刷白灰防不住渗漏，这叫造假。我不签。吵什么？周书记，您给评评理，我们积极配合整改，这位许干事就是故意刁难，死活不签。执行，来我办公室。小许啊，基层工作要懂得变通。老杜是镇里的纳税大户，一些问题上你也得适当。周书记，排污不达标，一下雨就污染下游农田。我今天签了字，明天出了事故，责任谁负？小许，我让你变通是给你机会。感谢书记的机会，可惜我这人不懂得变通。现在我申请调休2天，去趟省城。猪场没验收，你哪儿都别想去。干部休假条例，连续在广满30天，应安排调休。我在广35天，你可以不批，但我今天必须走。你要觉得我违规，随时上报处理我，我接受调查。加我批了！回来见不到验收单，山后的废弃猪场就是你这辈子的归宿。谢谢周书记，3天后见。
我养母说，我的亲生父母在云州，姓沈，这些是我襁褓里的东西。你这种人，我见得多了。每年打着寻亲幌子来碰瓷的，没有10个也有8个。一个被发派去养猪的底层干事，拿个破布袋子就想进沈家的门。这眉眼像，太像了。妈，您别激动，照片可以合成，钢笔可以去旧货市场淘。您轻易信了，沈家往后还不得乱套？许之行是吧？我让人查过你了，市府办出身，得罪了领导，被贬到清溪镇管猪圈。怎么，在穷乡僻壤连个闲差都保不住了？跑到省城沈家，真以为认个亲就能飞上枝头？我们沈家不收留别有用心的人。拿着你的破烂儿滚！再敢骚扰我妈，我叫人办你。你也觉得我是骗子吗？我来沈家不是要钱，也不是要资源，我只想知道我从哪儿来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你们不缺儿子，打扰了。站住！2万块够你在猪场吃2年肉了，拿着钱滚回去。再出现在云州，我让你连猪圈都看不安稳。钱你自己捡，我来认亲，不是来讨饭。血缘一文不值，那扇门从未为我开过。梦该醒了。小伙子浑身湿透了，从沈家出来的是找错门了吧？什么找错门？你刚出来那家3点嘴的沈，这几公里外还有一家申请山，外地人来认门，10个有8个搞错。我找错门了，师傅，那麻烦您送我去申家。小伙子，前面好像出事了！大家看清楚了，申家把大家捐的善款全挪去炒股了，今天必须给个交代。哎，干什么？你谁呀？各位看这转账日期，2021年4月，可这养老食堂2023年才批下来，项目还没生出来，钱就先转走了。哎，还真是2021，年份是财务打错了。你看编号，编号假不了。XJ 开头是现金支票，公对公转账炒股能用现金支票，看这边缘倔纸，P 图技术太差了。你胡说八道，你就是申家的托。是不是托不重要，骗你们的人就算准了，你们不会查账。合着我们被人当枪使了，抓住他！谁指使的？说得好，年轻人，既然你懂查账，劳烦你把我们真正的账念一念。5月收定向捐款20万，支出19万8，采购食堂冷链设备，发票在册。6月支出3万，米面网油，出库单在册。合着钱都买设备了，是我们错怪你了。年轻人，这支笔你从哪儿来的？28年前，我的老战友沈怀章丢过一个儿子，这个编号我记了28年。孩子失踪时，襁褓里就带着一支定制钢笔，一共12级。爷爷，您别被他骗了。打着找错门幌子来攀关系的可不少，说不定门外那光头就是他雇来演双簧的。许之行，我查过你了，
得罪了市里的实权人物，仕途毁了。拿支来路不明的钢笔跑来认亲，想借沈家或我们申家的事调回市里，我说错了吗？申小姐，我确实被贬了，也确实得罪了人，但不合格的单子，书记拿处分压我，我也没签。我来省城，只为搞清我是谁。现在线索断了，我马上回镇，继续查我的猪场。你卡着那些人的验收单，你一个无权无势的下放干部，这是找死！如果讲程序，重证据就是找死，那我可以慷慨赴死。好，哈哈哈！现在的年轻干部像你这么硬的不多了。申家的事儿是他们的家事，我不便出面，但申家不会看着讲规矩的人被烂泥埋了。南桥，去查查他说的是不是真的。爷爷，您就这么信他？要是真的，找个机会帮帮这孩子。我信这支笔，也信他刚才拒绝的干脆。真想攀高枝的人，不会说线索断了我就走。最后一天，签还是不签？不签，马上停职。字我不签。许先生，申总吩咐给您送来的。申总说验收的事儿用数据说话。哪个申总？省城申氏100亿的盘子。排污沟封闭重铺，台减池扩建，消毒上涨1天1剂，限期20天。按标准改，80万补贴你拿得到，再刷白灰糊弄，1分没有，1分没有。封沟、矿池，你这是要我的命！这得砸多少钱进去？80万补贴够你砸3回，省下的钱进你口袋，排出去的污水进老百姓的田。杜老板，这账我替你算完了。哼，许干事都是场面上的人，清单松一松，我这边有你一份心意。再多1个字儿，我就把这话录下来送县里去。小许啊，这么大笔采购得走流程，多久？快则1个月，慢则3月。周书记授意的。你可别乱说，我这是按规矩办事。申氏联系的第三方供应商，同样材料便宜30%，3天到货，资质齐全。这不合规矩。不合规矩，那咱们就讲讲规矩。你不签也行。我现在就给县农业局打电话，就说有人需要调整环保措施，指定渠道成本偏高，资金流向需要核实，让他们来查。别，签，我签还不行吗？周书记，不能让这小子再嘚瑟了。他验收一过，补贴一闹手，骑到您头上了，这镇里谁还听您的？我什么都没听见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您就瞧好吧，明早天一亮，我让他自己滚出清河镇。徐干事，出事了，圈里死猪了3头。
场全毁了，1头2万8。今天他不没钱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赔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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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猪吃了他配的料，1夜就顶了，84000块啊！我们全场几十号人的饭碗啊！许执行不是搞环保的吗？怎么把猪弄死了？高材生嘛，纸上谈兵呗。饲料是照标准配的，硫残我这儿有，随时可以验。验什么验？猪在你手里出问题就是证据。执行啊，群众反应这么强烈，影响这么恶劣，你先停职吧，配合调查。处分的事儿，我会如实上报县里。昨晚杜成说让我自己滚蛋，这步棋是这么下的，一唱一和，接得真快。周书记，停职可以，猪不能埋。死猪不埋，等着发问吗？拉走，深埋，一根毛都别剩。看我干什么？拉，出了事儿我担着。既然猪是我处理的，那就当场验尸。胃里有什么，一刀见分晓。谁敢拦，谁就是心里有鬼。徐站长，您在旁边看着，全程作证。你别装神弄鬼吓唬人。装不装，开膛便知。都看清楚，我配的饲料玉米、豆薄、麦麸，这胃里是什么？发霉的红薯藤。今早我在食槽边捡的，一模一样的东西。猪不是毒死的，是被人喂死的。灭变4草，猪吃了这个急性中毒，几个钟头就完。自己拱的。红薯藤怎么了？指不定是猪自己拱出来吃的。你少往我身上泼脏水！上礼拜设备进场那天，我在猪场装了3个安防监控，背过杠案的。这不是老杜家那小子吗？自己人为的，指责到徐干事头上来了。这我不知情啊！这败家玩意儿背着我干的。周书记，蓄印投喂没料，栽赃陷害，故意破坏环保项目，这事儿要不要往县里报案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老杜，回去自己整顿，停职的事儿作罢，作罢。徐世行，你今天把他逼到边缘了。下礼拜的全县乡村振兴评评，他要给你设个难题，你自己当心。多谢。我没跟你说过话。经镇党委研究决定，全县乡村振兴篮坛赛由我们的高材生许志行同志代表清镇出战。小许同志能力强嘛？抛猪验尸，全县闻名，这种硬仗非他莫闪。黑石村，全镇最穷的村，前后换了4拨人，谁接谁砸。徐哥，这不是让你参赛，是让你上台丢人去啊！能力强吗？能者多劳吗？这种废纸拿去参赛才丢人，既然让我上，规矩就按我的来。又来干部了，待不过3天，前头那几波照2张相就走喽。小许干部，村里就剩我们这些老骨头喽，你折腾这些有用吗？李叔，你们的黑猪粮食喂大的土猪，1斤顶普通猪肉3倍的价。
村里缺的不是好东西，是把东西卖出去的路。你要真能成，我这把老骨头陪你折腾。哟，这不是许之行吗？听说你在猪场干得挺起劲。我现在跟着韩主任做事，下个月就转正科。韩主任说了，我这样的人才放在基层是浪费。当初让你别犯轴，你不听，一个文旅项目而已，签个字能死吗？现在呢，一身猪粪味儿，混一辈子基层。说完了，借过。清河镇黑石村，那个鬼都不去的破村。韩主任今天是主评委，你就是来陪跑的，待会儿上了台有你好看的。黑石村，坡地800亩，散养黑猪存量600头，土猪肉市价是白猪的3倍。方案2步：养殖装准化，深交绿色认证，电商直烧，冷链进城。保守测量，村集体年装收140万，人均增收8600。所有数据附实地测量记录，欢迎任何评委下村对重。冷电成本怎么算的？现冷电公司报价1公斤4毛2。合作意向书在附第3页签了字的。这方案比前面那几个县级单位做的都硬。方案嘛，花架子不少，数据谁不会编？一个基层经验为零的下放干部，就敢谈全村产业？纸上谈兵，我建议直接淘汰。韩主任这话我不能认同。寸兰树、出栏周期、冷链成本，我们投资部都复核过，比今天台上一半的方案都扎实。韩主任说数据是编的，那请指出来哪一个数字是编的？申总，评审是要讲程序的，投资是要讲眼光的。韩主任觉得不行，我们绅士觉得很好。这个项目，绅士全投了，首期2000万。这个申总说笑了，我刚才是说方案还有提升空间嘛，年轻人有闯劲儿是好事，是好事。清溪镇黑石村项目综合评分91.6，全场最高分。申总您好，我是您跟着韩主任做项目，您看咱们以后。3天内，绅士尽调团队进村，对接人写的你的名字。许时行，上回在我家是我看走眼了，这一票算赔罪。绅士投的是回报，不是人情。项目做砸了，我撤资的速度比投的还快。成交。许之行，你有什么资格无视我？区区一个去边缘基层的弃子，凭什么摆出这副胜利者的姿态？黑石村项目全线夺魁，绅士投资2000万落地清溪镇。我周启明3顾黑石村今天终于开花结果了。3顾黑石村，他连黑石村的村口朝哪边开都不知道。这是镇党委长期布局的成果。项目今后由赵斌同志牵头，许之行同志年轻人另有安排。许之行同志，组织的安排要服从，这是纪律。我服从组织安排。
但合同不认识周书记，麻烦您念一下乙方条款第7条。申氏指定对接人许执行，对接人变更视为合作条件重大变化，申氏有权单方面撤资。换人可以，2000万投资飞了，这个责任周书记担还是赵主任担？这事儿在议，散会。许哥厉害啊，许哥，回头带带兄弟。许执行，你以为帮上申家就万事大吉了？申家再大，手也伸不进镇政府，在青海镇，我说了算。清溪镇是老百姓的镇，不是您家的，那咱们走着瞧。韩主任，是我，清溪镇周启明。那个许执行现在抱上申家大腿了，镇里压不住了。您看，是不是得想想办法？表现不佳，一个下放的小干事都摆不平。行了，接下来听我的。青天大老爷啊，把我的低保钱还给我！1个月380，1年多没见着1分了。还皮保钱，丧良心啊！听说全叫你这当官的贪了。韩征的办法来得比我想的快。大妈，您先起来，钱的事儿好说。你还我钱！还。李叔，把低包发放账本搬出来，再把代发银行的流水调出来。今天当着全村的面，一笔一笔对。王秀兰，低保金每月380，1月5号到账，领取人签字；2月5号到账，领取人签字，一直到上个月，1分不少，1月不落。签字栏都按着红手印儿。大娘，您看看这手印儿，是您的吗？我没按过，我连村部的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。每个月都有签收啊。那这钱谁领的？卡在我儿子手里，钱都是他带领的。他儿子那个赌魁王二前脚还在镇上耍钱呢。王二，你娘的低保钱去哪儿了？谁撺掇你妈来闹的？今天不说清楚，黑石神攻不下你。我全说还赌债了，钱叫我拿去还赌债了。今天这事儿是杜老板找的我，给了500块，让我娘来拦许干部，就看钱被贪了，喊得越惨越好。赌城又是赌城，拿500块让亲家跪大街，王二你还是不是人？把他的话押摁下来，明天全村给许干部去镇里讨说法。群众拦路喊冤，影响极其恶劣。许志行同志激化干族矛盾，败坏镇里形象。我提议全镇通报批评，进入年度考核。我们要见镇领导。许继行同志进村3天，磨破2双鞋，替我们拉来2000万投资。黑石村200年没见过这样的干部。王二诬陷许干部是杜城花钱买的，话样在这儿，我们全村联名给许干部请功。再问一句，杜城花钱买人栽赃干部，镇里管不管？周启明，绅士投资的项目，你们镇敢搞小动作？县里刚把黑石村报成全县样板，许志兴要是出半点问题，周启明自己担着。少举，误会。同志们，既然群众呼声这么高，镇党委顺应民意，重用许执行同志，全乡扶贫资金的统筹发放全部交给他负责，账目审批发放一竿子插到底，这可是天大的信任啊！天大的雷！你疯了！
你还真接？全下的扶贫款里头账烂成什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出了事儿，签字的是你。我知道是坑，知道你还跳。上一个管扶贫账的会计干了半年，提前病退了。再上一个连夜调去外县，跟谁都没打招呼。这账为什么没人敢碰？你琢磨琢磨。苏镇长，坑是他们挖的，账也是他们做的，死不死的得看埋坑的人会不会自己先掉进去。你想翻旧账？他们把账本亲手递到我手里了，不翻，对得起这份信任吗？疯子！查到硬东西，先复印再说话。危房改造款批了30户，实际开工9户，剩下21户的钱呢？账上写着统筹使用，统筹到哪儿没了下文。产业扶持金拨给一家养殖合作社80万，注册地址红星猪场，法人杜城的小舅子，修路款40万。那条路我走过，碎石都没铺满。许干事，起这么早印材料？交家用。县纪委来了。县纪委，群众实名举报引起县委高度重视，我们奉命彻查扶贫资金流向，请配合。报可以，签单开一下，一本一本登记签字，加来少了一页算谁的？可以，按程序来。来了才几个月就敢碰扶贫款，我就说嘛，好好的省府办能把他弄下来。同志们，有的干部年纪轻轻，组织刚给了信任，手就伸出去了，纪委已经介入，性质非常严重。说不定啊，人都要被带走喽。刚拉来2000万，转头就栽了，沈家那边知道了，还不得撤资？急什么？账本在他们手里，真相也在。许实行，举报材料反映扶贫资金存在大额违规支出，账目经手人一栏现在是你的名字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有。第一，我接手扶贫资金统筹到今天一共3天。第二，所有问题款项整理审批时间全在我接手之前，每一张审批单的签字都不是我。歪饼仔批30户开工9户，80万产业金进了红星猪场关联合作社，每一笔我都标了业袜，建议2位顺着这个查，会有大收获。你怎么证明这份东西不是你事后编的？打印店的监控、复印机的技术记录，昨天凌晨4点20疑似成型，比你们进镇早了3个钟头，随便查。这份材料我们收了。许金星同志，你哪儿都别去。放心，我就在庆家镇，哪儿也不去，等结果。周书记会猫我的，周书记不会不管我的。后一，周启明说，全是你杜成一个人干的，他毫不知情。钱不是我一个人的，周小明拿大头，每一笔他都抽3成，危房款的拿走14万，产业金的拿走24万，根本就藏在我办公室保险柜，密码是他生日，我就是个跑腿的。许志行，你别得意，韩主任不会放过你。还有，省城沈家已经知道你在哪儿了，好戏在后头呢。周书记倒了，真倒了，扶贫款的窟窿听说有几百万。县里刚来电话，镇里的农业工作让你临时牵头，恭喜，也提醒你一句，他最后那2句话不像吓唬人。韩征、沈家，一个在明，一个就快来了。
志行的办公室，我的儿妈对不起你啊！验过了，亲子鉴定验过了，你就是妈的知行，妈找了你28年啊！之前是我们有眼无珠，跟我们回省城。省城那个沈家，房产、股权、集团董事的位子，沈家欠你的10倍补给你。许哥是沈家的少爷，100亿家产啊！二位记错人了吧？知行，妈知道你怨，可妈这些年没有一天不在找你啊！找我？我上门认亲那天，您就坐在沙发上。沈先生说我是碰瓷的。沈小姐拿2万块砸我，让我滚回猪场。您低着头，一个字儿都没说。钢笔还是那支钢笔，照片还是那张照片，我还是那个我。变的是，周启明倒了，我牵头农业了，绅士的2000万落地了，沈家的门我进过一次。够了，请回吧。许知行，我哥和我妈亲自下乡来接你，多大的脸面！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尽调材料齐了吗？我来取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们沈家的家事轮得到你插嘴？绅士农业投资部负责人，清溪镇2000万项目的甲方，你呢？哦，对了，沈家的门金贵，我们申家的门随时为他开着。今天不是时候。材料。数据齐了，走，顺路去比对一下现场。儿行，妈在车里流泪，你就当可怜可怜她，跟我们回省城。沈家给你的比申家多10倍。刚才你可以直接上他们的车，10倍。申总，申氏的钱投在清溪泾，我的人也在青山涧，顺路。这话，你跟沈家人也是这么说的？不是，跟他们，我一个字儿都懒得说。同志们，我初来插道，新官上任，先离席分工。许知行同志太辛苦了，扶贫资金、农业统筹、绅士对接，一个人扛3堂。从今天起，这3堂全部划归党政办统一管理。冯书记，县委市政府红头文件，绅士项目由我全程负责对接，白纸黑字。您要调整，先去县里改文件。小许同志，文件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。刚才县里来电话，许一行同志的分工暂时不动。打招呼的是总公司，在网上是申董的意思。冯涛开工之前专门去过一趟董事办，拿的谁的推荐信不用我说了吧？韩正，你心里有数就行。都听好了，执行这孩子是我认下的自家晚会，往后申家的资源他用的，谁要是怠慢了他，先问过我这把老骨头。纪行，上回善款那事儿，你当众拆局，保住的是申家几10年的招牌，这杯二叔敬你。
二叔，折煞我了。南桥，光顾着别人，自己碗都空了。食不言。执行。高兴的话说完了，说点不高兴的。递给总部的6个商业方案，全被董事会卡住了，3个月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重新评估，评完再报，接着压。监管人韩征，他卡的不是项目，是你的路。项目批不下来，你前面干的全归零。这一招比冯涛毒10倍。冯涛是刀，山章是握刀的手，刀断了，手会再换一只，换到你倒下为止。老爷子，谢谢您递这个话，但这一仗我自己打。跟当年的沈怀章一个样，去打，打不动了再回来找我这个老头子。许干事，不好了！市环保督察组的车直接开进主场了，一个招呼都没打。小许啊，我正要通知你，督察组到了。哎呀，已经到了，那你快去吧。负责人呢？突击检查，查的就是突击不了的东西。郑组长，红星猪场环保整改负责人许执行，您随便查，查哪儿我赔哪儿。排污口，改造后的3级排电时，在线监测数据实时上传线平台。您现在用手机就能调。每日2次，经手人签字，影像留藏，断1天您撕我的账榜。分屋去向，自源化还田，和黑石村签的协议，长档、协议、转运单3单对得上。建设空气，进出消毒通道呢？厂门口，您几位刚进来，脚底下踩的就是。举报材料上写的那些问题，一条都对不上啊！举报材料，这趟突击是有人点的菜。小同志，我干督察11年，乡镇1级，强档做到这个水平的，你是第2个。第1个是谁？没有第1个，给你留个进步空间。小许，果然有本事。不过这盘棋才刚开始，这事儿没完，咱们走着瞧。他这一局输的难看，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我知道。昨晚还好好的，喂食盐水都正常，后半夜就……别碰水槽，所有人退到圈外，一样东西都不许动。许执行，疑似烈性传染疫情，我已经上报县里，你防疫渎职，现在全场扑杀，就地深埋，防止扩散。县防已建的人呢？来不及等，突发疫情应急预案，特事特办，我签的字儿，给我挖。要埋，连我一起埋！采样检测之前，谁也别想动这些猪。许世行，你别忘了，真是烈性疫情，拖1个钟头，全镇的猪都得陪葬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担得起。后半夜还活蹦乱跳的猪，天亮全倒了。病死的，有这个死法吗？冯书记这么急着埋，急的是猪，还是别的东西？是啊，咋死得这么奇怪？把他给我拖开，出了事算我的！
省农科园动物防疫专家组。申氏是这个厂的投资方，按投资协议，我们有权检测。冯书记要是急着买，可以先签一份放弃检测确认书，签完给我一份复印件。30多头猪，2000万的项目，黑石村全村的指望，全搭在那张化验单上。结果出来了，不是传染病，是中毒，有机禽类化学毒物，投放点水槽，剂量精确，下手的人懂行。能推出投放时间吗？结合死亡时间倒推，凌晨1点到2点之间。样本3方封存，数据随时可以复核。这份材料拿到哪儿都站得住。不是天灾，是人。有人半夜翻墙，往牲口喝的水里下毒，就为了在毒脂2个字上摁死我。这人我见过，站上的冠贼，外号泥鳅，上个月刚放出来。一个偷鸡摸狗的会配化学毒剂？他配不出来，有人配好了，连桶递到他手上，他只出手不问事儿，这种活道上叫递刀。查他现在在哪儿？跑不了，我认识他表哥，泥鳅今天下午买了长途车票，去广东，3点半的车。来不及了。来得及。申氏的安保就在车站。人控制住了，在候车厅。已经报案了，办案人员3分钟就到。哥几个，干什么？有人想见你。30多头猪，有鸡坟投毒，监控里是你的车，你的脸。我不知道什么猪。泥鳅，投毒破坏生产经营，数额这么大，你自己算算要蹲几年？主动交代是什么政策，你进去3回，比我懂。我全说，有个中间人找的我，先给2万，事成再给3万，让我往水槽里倒东西，桶都是他们备好的。中间人是谁？镇上开茶楼的胖子，钱是他转的，但我听见他打电话，他管电话那头的人叫冯书记。茶楼胖子，冯涛上任第3天就去他那儿考察个体经济，做了半下午，这条线对上了。转账记录。还有这个，我留了个心眼儿，怕他们事后不认账。冯书记说了，办干净点儿，猪一死，姓许的就完了。第2个了。什么？栽在你手里的书记，第2个了。许执行，你以为你赢了？韩主任不会放过你，你等着，你等着，你等着！别高兴太早，冯涛只是手套，戴手套的那只手还在市里坐着。通知下去，跟冯涛有关的所有往来，今天之内清干净。再推掉我下周的会。清溪镇那个项目，我亲自审。这回是你应得的。徐志行同志，拟调市地方自治办公室，实质资料室，负责县市资料整理工作。县制资料整理，省级示范项目的牵头人调去仓库区糊资料盒，这手民生案件玩得真脏。名义上进市里了，升了。实际上，那间资料室在市郊仓库区，编制3个人，2个明年退休。许执行，你往后连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任命报到室里被人摁住了，打招呼的是谁？你心里有路。
举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去资料室熬2年，风头过了再说。我们要见负责人。许干部要是调走了，黑石村的产业园谁管？2000万的项目谁盯？我们全村按了手印儿，人必须留下。就一句话，留不留？不留，我们明天去市里。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，老韩卡了你的项，要把你边缘化。沈家在市里说得上话，让你的任命3天之内落地，副镇长一步不少。条件呢？痛快，帮沈家拿到申氏农业的核心合作，申老爷子只认你，你一句话比我们跑10趟管用。沈总，我上你们家门认亲那天，你说什么来着？碰瓷的，攀高枝的，想靠山想疯了的，现在轮到你上门了。志祥，过去的事儿，过去的事儿我不记恨，我只是记性好。申家的关系是我一步一步自己处出来的，不卖。韩征，我自己能对付，用不着沈家施舍。许星星，你知道韩征在市里的定量吗？你一个镇巷狗，拿什么跟他斗？狂妄！拿什么？拿他最看不上的东西。慢走。县里推荐咱们村申报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，终审在市里，评审副国长韩征。明知道主考官要弄你，你还要考？就因为主考官是他，才更要考。示范村评上，省里挂号，项目直通省厅，他那一关往后形同预设。怎么打？这一仗，打的就是他卡我脖子的那只手。3本材料：产业数据、收益客算、实地组种。每个数字都盯死，让他挑不出毛病。挑不出毛病，他就只能耍流氓。耍流氓就得有人看着。东坡这块实测地比账面上多出30亩，算清了，按标准能给乡亲们多挣10万。划上，数据铁证如山，谁也吞不掉。继续。陪我扛了这么久，睡会儿吧。天亮前的硬账交给我。黑石村，今年交材料的村里，你们这份最沉。不沉，里头没一句空话。韩主任，这份材料县里已经备过案了。备案做得再好，我说不行，他就是不行。黑石村2年前人均年肉收入4800，村集体负债11万。今天产业园1期投产，申氏2000万全部落地，人均年收入11600，村集体年收入47万。许知行同志，数字很漂亮。第一，产业过度依赖单一企业，申氏一撤，你怎么办？申氏签的是10年协议，违约条款您可以调阅。另外，村集体持股20%，企业可以走，产业带不走。第二，
生猪行情变动大，猪价要断，你的收益测算就是废纸。测算表第31页，我们按5年最低谷做了压力测试，跌到成本线版本，农户保底分红不受影响，冷店由绅士运营，村里只收租金分红，不背成本。脱离实际，闭门造车，基层同志的通病。韩主任，您说脱离实际，请问您去过黑石村吗？我需要去吗？这里每一个数都是亮出来、称出来、挨家挨户点出来的。韩主任有疑问，随时去看看。根据评审规则，副部长对存疑项目有权提请一票否决。路过，听说今天终审，进来听听。别管我，别管我，继续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黑石村是吧？小同志，你那个压力测试再讲一遍。这个村把猪价跌穿成本线的账都算好了，什么样的方案不凭示范？同志们，乡村振兴不是凭材料，是凭人心。这种事儿，我干了30年农业，听过几回。拿着，这是什么？韩真这些年经手的项目，时间、地点、数目。哪个批的蹊跷，哪个的老板逢年过节往他家搬东西。我收了3年，一直没动。为什么给我？因为握着它的人得干净。怎么用，用不用，你自己决定。这一条是连兽医投毒也一起盯上了。对，冯涛是从犯，主犯得归位。石明，你想清楚了，举报不成，你就完了。匿名的东西分量轻，我压上自己的名字，它才够重。穿这个去。从哪儿被摁下去的，就穿着它把人摁回去。许镇长，不，还是叫许干部扣扣。村里给你留了1亩地的新米，说啥你也得收。李叔，米我收，镇长也别叫，叫执行就行。那可不行，得叫着踏实。我这辈子看人没走过眼。爷爷今天的高兴比项目落地那天还多3分。那你呢？我高兴的时候不说话。执行，有个消息得告诉你。您说。沈怀章上礼拜进的医院，肺上的老毛病。医生说，就这几天了。他打听了你28年，临走前想见你一面。以为早就两清了，但这扇门依旧重得像灌了铅。一个模子，跟你妈年轻时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执行，沈氏的产业已经做了公证，
属于你的那份，谁也拿不走。回家吧，沈家不能没有你这个儿子。想起漏雨的宿舍，季星，你就让他拉一下手吧，就一下。想起养母咽气前攥着我的那只手，想起砸在我胸口的那沓钱。那场大雨里没有一个人追出来，也想起黑参村那筐凑出来的鸡蛋。开进县委大院的大巴车，终审台上我举起的那3本相账。沈老先生，笔物归原主。我是被人拉扯大的，拉扯我的人是个捡废品的女人。她一辈子没进过这种病房。我如今有认我的长辈，有处出来的情分，有自己挣来的路。血缘是血缘，我认，但沈家的门我不进了。您找了28年，辛苦了，往后别找了。知县啊！谈完了，谈完了，接下来去哪儿？回清溪镇，那里的路才修了一半，乡亲们还等着呢。我们出发。第一批农产品已经上高速了，这条路咱们终于修通了。这只是个开始，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。